你知道吗？医学界常年追踪研究早已明确证实，一般民众只要在日常生活中选对适合的茶饮，长期坚持饮用，每年因为肺部相关重症导致死亡的风险能够有效降低将近1半的比例。这5种专门针对肺部保养的优质茶品，你一定要记得经常泡来喝，为自己的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健康防线。我每天都坚持泡上一杯新鲜绿茶，细心饮用养生。怎么在定期健康检查的时候，肺部还是检查出了异常结节？不是从小到大长辈们都在说绿茶能够清肺润燥，保护呼吸道吗？前几天在我的门诊当中，来了一位57岁的男性患者，他姓林，是一位有住34年抽搐习惯的长期欠民。拿到肺部检查报告的那一刻，他满脸都是困惑与慌乱，语气当中满是无助。他告诉我，自己明知道抽院对肺部伤害极大，想要戒孕却始终无法成功，避世就听从身边亲友的建议，每天坚持泡上好几杯浓郁的绿茶，一心指望依靠绿茶的养生功效，帮助肺部排出信毒，减少长期抽药带来的伤害。就这样坚持了超过1年的时间，从来没有间断过。没想到这一次的检查结果却给了他重重一击，肺部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异常结节。我看住他桌前那杯泡到颜色深浓、入口发苦的绿茶汤，内心满是无奈，忍不住深深叹了一口气。绿茶清肺这4个字是在台湾地区流传数十年，长辈们深信不疑的养生观念，却也是最容易误导大众、耽误身体保养的错误认知。我从来不会否认绿茶本身具备的营养价值，绿茶当中确实含有丰富的茶多酚等有益物质，对身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知到，现代人的肺部器官长期处在体物侵袭、空气霾害、厨房油烟、呼吸道反复发炎的多重伤害之下，早已承受了超出负荷的压力，单单依靠绿茶有限的养生功效，根本无法抵挡这些持续不断的伤害，更无法满足肺部深层次的保养需求。其实在众多茶品当中，有比绿茶功效更为针对、性质更为温和、对肺部照顾更为全面的优质选择。只是这些茶品长期以来被大家搁置在茶架深处，当成了不起眼的摆设，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它们的珍贵价值，更不知道如何正确饮用来守护肺部健康。今天我就要把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发表的真实研究数据，毫无保留地摆在各位面前，用科学依据打破大家的错误养生观念。欧洲呼吸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在西元2022年的时候，正式发表了一项历时长达7年、追踪调查对象超过34万名成年人的大型研究。这项研究经过严谨的数据统计与长期观察，最终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长期规律饮用特定种类优质茶品的人群，因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导致死亡的风险显著降低了 42%， 因为肺部恶性病变导致死亡的风险显著降低了 38%。 这样的数据摆在眼前，足以说明选对茶饮对肺部健康的重要性。这项研究结果翻译成我们普通人能听懂、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你不需要花费大笔金钱购买昂贵的保健产品，也不需要尝试各种繁杂的养生方法，只需要把家里茶罐当中长期饮用的绿茶更换一下，选择真正适合肺部保养的茶品，就有可能将未来因为肺部重症离世的几率直接拦腰砍掉将近1半。这样的改变几乎零成本，却能带来关乎生命健康的巨大价值。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喝茶解渴、品尝滋味，而是在为自己的肺部穿上一层坚固耐用的保护装甲，在各种伤害因素的包围当中，牢牢守住肺部的健康底线。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详细介绍的这5种茶品，大多数人平时很少接触，甚至从来没有饮用过，却是被医学研究证实对肺部保养极具价值的好物，
每一种茶都有独特的功效与适用人群。我会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逐一向大家说明，让各位长辈、朋友们都能听得明白，记得清楚，回家就能立刻实行，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肺部健康。第一种要介绍的是黄茶，这是被大众长期遗忘，却堪称肺部抗炎之王的优质茶品。很多人听到黄茶的名字都会露出疑惑的神情，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茶，更别说日常饮用了。像是君山银针、霍山黄芽都是黄茶当中的经典代表。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黄茶是专门供应皇室成员饮用的贡品茶，寻常百姓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我之所以把黄茶排在5种护肺茶品的首位，不是因为它的名气大，而是因为它对肺部的温和调护效果实在是出类拔萃，无可替代。黄茶属带轻度发酵茶类，和我们常喝的绿茶相比，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多了一道极为关键的焖黄工艺。千万不要小看这一道额外的工序，正是这道工序让黄茶具备了绿茶没有的独特优势。它不仅保留了高达85%的茶多酚营养成分，保留了茶品当中对身体有益的活性物质，同时还大幅削弱了绿茶本身带有的寒气，性质变得极为温和，对肠胃虚弱、怕冷、容易腹泻的长辈群体超级友善。饮用之后几乎不会对肠胃造成任何刺激，也不会出现胃寒、腹泻等不适状况，解决了很多长辈想喝绿茶养生，却又担心伤肠胃的困扰。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医学研究经过反复实验证实，黄茶当中含有的黄烷醇成分，就像配备了精准导引系统的守卫一样，能够专门针对肺部部位2种最关键的发炎因子，起到稳定、抑制的作用，从根源处减缓肺部的发炎反应，降低肺部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问题的发生风险。我们都知道，肺部是人体当中最为娇嫩脆弱的内脏器官之一，经不起猛烈刺激的调养方式。而黄茶这种温和不刺激、精准不伤身的调护效果，对肺部来说恰恰是最合适、最安全的选择。长期坚持饮用黄茶，就相当舵为自己的肺部聘请了一位专职的抗炎管家，时时刻刻守护住肺部的健康状态，减少发炎带来的各种伤害。第二种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黑茶，这是能够打通身体代谢循环，透过肠道调护肺部的微生物总指挥。在正式介绍黑茶的功效之前，我一定要先郑重提醒在场的每一位朋友，黑茶和我们平常喝的红茶是完全不同的2种茶品，千万不要混淆在一起。很多人听到黑茶的名字就以为是颜色较深的红茶，其实大错特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普洱熟茶、安化黑茶才是正宗黑茶的代表种类。黑茶最核心、最珍贵的养生优势，在但它含有一种名为茶褐素的王者成分。这种成分的作用方式非常特别，它进入人体之后不会直接作用散到肺部器官，而是采取迂回策略，先从调理我们的肠道开始。它能够强力改善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滋养肠道当中的有益菌，抑制有害菌的繁殖，让肠道这道身体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变得更加坚固，而后透过我们身体当中一条名为肠肺轴的特殊生理通路，远程指挥，调控肺部的免疫平衡状态。这样的作用机制，在西元2021年的时候，已经被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的研究报告正式证实。这项研究明确指出，肠道健康与肺部功能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肠道的免疫状态会直接影响到肺部的抵抗能力。说最直白、最浅显的话，饮用黑茶其实就是在为我们肠道当中的免疫精锐部队补充充足的粮草，让肠道的免疫能力不断增强，而一支强大、稳定的肠道免疫部队，就是肺部器官最坚实、最可靠的远距离后盾，
对袋类那些只要受到一点刺激，比如接触冷空气、灰尘、花粉，就会咳嗽、喘促不停的过敏体质人群。气喘患者来说，黑茶是极为难得的天然调理选择。它性质温和，没有任何副作用。每天坚持饮用2到3杯，长期下来就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过敏反应减轻，咳嗽、喘促的次数大幅减少，呼吸也变得越来越顺畅轻松。第3种要介绍的是乌龙茶，这是适合所有体质。攻守兼备的东方美人，也是护肺茶品当中的万用油。乌龙茶的性质拿捏得刚刚好，它比性寒的绿茶更为温和滋润，不会伤害肠胃，又比全发酵的红茶保留了更多的活性营养物质，调护效果更为全面。像是福建产的武夷岩茶，台湾产的洞顶乌龙，都是乌龙茶当中的优质代表，口感香浓，性质温和，适合长期饮用。乌龙茶采用半发酵的制作工艺，这道独特的工艺让它成为了一位攻守兼备的全面健康战士。它不仅具备绿茶高含量、高活性的茶多酚优势，能够为身体提供抗氧化保护，同时还透过发酵过程产生了茶黄素这类新的有益成分，进一步增强了对身体的调护作用。国外多家专业的呼吸疾病研究机构经过长期实验与研究发现，乌龙茶对胃肺部氧化损伤的修复辅助作用表现极为亮眼，能够有效减少外界因素对肺部细胞的伤害，维持肺部细胞的健康状态。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位朋友，如果你无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是偏寒还是偏热，不知道自己适合饮用什么样的茶品，担心随意喝茶会伤害身体健康，那么选择乌龙茶绝对不会出错。它就像一位经验丰富、资历老道的资深教官，不会采取激进的方式刺激身体，而是日复一日缓慢而持续的操练，强化你的肺部防御部队，让肺部的抵抗能力一点点增强，不激进不伤身，却能长久稳定地守护肺部健康。无论是上班族、老年人、体质敏感的人群，都能安心长期饮用，完全不用担心体质不合的问题。第4种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老白茶，这是依靠岁月沉淀守护肺部健康的岁月守护神。在民间养生圈当中一直流传住一句经典的谚语：1年茶，3年药，7年保。这句话描述的正是老白茶的珍贵价值与养生变化。很多人只知道新鲜白茶的功效，却不知道真正对肺部好到骨子里的不是新制的白茶，而是经过多年妥善存放、自然陈化的老白茶。新鲜制作的白茶主要功效偏向清热降火，适合体质燥热的人群短期饮用。而经过3年、5年甚至7年以上陈化的老白茶，比如老寿眉这类大众化的老白茶品种，在漫长的岁月沉淀当中，茶叶内部的营养物质会持续发生转化，茶多捏、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会呈指数级增长，抗菌、抗氧化的能力也会跟著大幅提升，养生价值会越来越高。对馊滴滴到秋冬季节就反复感冒，抵抗力低下，一旦感冒就会久咳不愈，容易拖成慢性支气管炎的老年群体来说，老白茶是最为合适的护肺选择。它带有自然浓郁的枣香气息，口感温顺醇厚，不刺激不寒凉。每天坚持饮用1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明显发现自己感冒的次数大幅减少，呼吸道的抵抗力越来越强。就算偶尔感冒咳嗽的症状，也不会根深蒂固，久久不愈。老白茶没有猛烈的功效，却在用岁月沉淀的温和力量，一好一好地加固你呼吸道的健康城墙，让外邪无法轻易入侵，为肺部撑起一把温柔的保护伞。第5种要介绍的是桑叶茶，这是属多肽药食同源，温和清润肺部的植物清道夫。严格意义上来说，桑叶茶并不属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茶叶分类，它没有经过茶叶的复杂发酵工艺，但是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所有注重肺部保养的朋友，因为它对肺部的温和清润效果
实在是太适合普通民众日常饮用了。我国古代的医学典籍当中早就有明确的记载，桑叶具备清肺润燥、明目护身的传统功效，是历代医家都认可的养生食材。而现代药理研究更是用科学数据为桑叶的养生功效证明。桑叶当中富含胰皮素、芸香苷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对过敏性肺部不适、支气管炎症等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极为温和、确切的缓解辅助作用。桑叶茶的性质极为温和，不寒不燥，不伤肠胃，不添负担，就像一位细心、耐心、负责任的温柔清道夫，不会用猛烈的方式清理身体，而是慢慢、轻柔地把肺部当中的热气、燥气、浊气一点点清扫出去，让肺部保持清爽舒适的状态。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还是体质虚弱的人群，都能安心饮用，特别适合长期处在厨房、油烟、工厂灰尘、户外霾害、汽车废气环境当中的人群，每天泡上一杯桑叶茶，帮助肺部减轻代谢负担，长期下来，呼吸会变得越来越轻松，胸口闷胀、咽喉前仰的状况也会明显减少。但是在介绍完5种优质护肺茶品之后，我必须用最严肃、最认真的语气，吼醒所有热爱喝茶养生、想要守护肺部健康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要再用滚烫的沸水谋杀茶叶当中的珍贵活性物质了。我们台湾地区的民众泡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使用摄氏100度的滚烫沸水，觉得只有高温沸水才能激发出茶叶的香气，才能泡出浓郁的茶汤味道，却不知道这样的做法看似讲究，其实是在破坏茶叶当中对肺部最有益的营养成分，对肺部健康毫无益处。你知道吗？滚烫的沸水接触到茶叶的瞬间，会直接破坏、烫死茶叶当中核心的护肺活性物质，让这些珍贵的营养成分彻底失去功效。比如绿茶、黄茶当中最重要的护肺成分，只要遇到摄氏100度的高温，就会迅速分解失效，完全丧失养生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天天喝护肺茶，却看不到任何效果的根本原因。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养生人士早就开始推崇冷泡茶或者温水泡茶的方式，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茶叶当中的活性营养成分，让养生功效发挥到最大。在这里我要郑重告诉大家，以后想要泡护肺茶，一定要学著辨别茶叶的好坏，学著看茶叶的产地，看茶叶的制作工艺，看茶叶的存放年份，根据不同的茶品选择合适的水温。重点来了，泡护肺茶最合适的温度是摄氏85度左右的温水，这个温度既能激发出茶叶的香气与营养，又不会破坏活性成分，这才是茶叶的正确打开方式，才是真正能为肺部带来益处的泡茶方法。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肺部器官每天都要承受空气污染、汽车废气、厨房油烟、工作压力、生活烦恼的多重夹击，伤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不需要你花大钱购买昂贵的滋补品，不需要你尝试各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更不需要你进行复杂危险的调理。它唯一需要的，只是你把茶杯里那些一成不变、功效不对口的老一套茶品，换成真正能为它抵御伤害、提供保护的守护者。就这么一个简单到极致、几乎零成本的生活小改变，不只是喝茶口味的更新替换，更是你身体健康命运的重要转折。用一杯温茶的力量守护自己下半场的健康，远离肺部不适的困扰，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都应该做到的事情。以上这5种专门守护肺部健康的好茶，你曾经喝过哪一种呢？或者你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坚持饮用某一种茶品之后，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变得更顺畅，胸口不再闷胀，咳嗽次数减少，咽喉不再前仰，身体出现了明显的正向变化，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真实的养生经验与心得，把简单有效的护肺方法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打破绿茶清肺的错误迷思，
学会选对茶，喝对茶，用最安心、最简单、最科学的方式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肺部健康。我们一起远离肺部结节、慢性咳嗽、呼吸道反复发炎的困扰，每一天都能轻松呼吸，平安健康，开心快乐的生活。用正确的养生观念，守护一辈子的身心健康。